用25万的价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驾驶体验、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油耗，为什么还要买比它贵1倍多的价钱其他品牌的同样等级的车款呢？我真的想不到花那个钱的理由了。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我们早上大概是5、6点这样子就开车了，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已经出门，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团队计划。这个团队计划其实没有要做什么了，就是要开一台车去一个比较高一点的海拔，然后煮一下咖啡，吃下早餐 ，relax 一下。人生不是只有忙碌的工作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要搭配一台车的话，我身后这一台坦克300呢，就非常适合了。坦克300这一台车之前都有做过不少影片了，那这一次呢，也非常感谢长城汽车可以把这台车借给我们。买呢，我是暂时买不起了，毕竟它的价钱老实讲不是很便宜，250千马币，25万。但是这一台车值不值得25万呢？今天就细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坦克300在马来西亚只有一个 spec。一个 model 一个价钱，在中国呢就有的选配啦，可以加装很多 accessories。之前呢，我们就带大家到中国的那个内蒙古阿拉善就有看了非常多的坦克系列车型，我个人非常喜欢哦。马来西亚的坦克300呢是不能选配什么东西，但是原装车的情况下，它就已经很好玩了，它就已经可以做到很多都市型 SUV 做不到的东西。就好像今天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呢，一路走 off road， 把这辆车开进来，这座山其实也没有很高啦，所以海拔大概是200米的。这辆坦克300之前我就有为大家做过一个长途试驾影片，还有详细的外观内装的讲解的影片，所以那些东西我们就不重复了啦。我们来讲一些没有讲过的内容。这台车其实拿到过后算是我第一次驾右驾版，因为之前都在中国那边驾左驾版本。左驾版本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那时候在中国开，有可能是因为一个高原地区我们把那辆车从丽江开到香格里拉去，海拔是非常的高，所以我 feel 到的是那辆车没有力。你们要知道，海拔越高那个车，尤其是这种 ICE 的车会变没有力是正常的。但是在马来西亚开这辆车的时候呢，我 feel 到的就是这辆车有力。Nice， 这辆车感觉好像比我在中国的时候驾来的有力，来的 powerful。而且之前我们去了中国的阿拉善的英雄会过后我真的是对长城的 SUV、长城的 pickup truck 他们的整个 chassis 的结实度、他们的 solid 程度，还有整个驾驶感有很大的改观。因为之前老实讲，我在马来西亚都没有什么机会驾到长城的车款。那之前我们去了中国阿拉善过后，有驾他们的 pickup truck 来做比赛，那一部影片也已经 upload 了啦，所以错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我跟 Uncle YS 还有 Jaden， 我们就用长城的 pickup truck来做比赛，越野赛，感觉真的非常的好。整台车虽然是 pickup truck， 可是你在驾起来的时候可以 feel 到，就是它的整个 chassis 整个结实度很 rigid， 然后 suspension， 我们即使把车驾到跳起来，在 landing 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信心，不会整架车要散掉这样。那讲了那么多，那台车跟这台坦克有什么关系？这台坦克比那辆车来得更加舒服，更加舒适。它的 suspension， 我们在走 off road 的时候全车人，我们整个 Rider ATH 团队的人都觉得这辆车它的价值肯定是超过25万的，它的 feeling 甚至好过 Land Cruiser。这个不是车大炮的，因为我们其中有人曾经有开过 Land Cruiser 这一款车，不是老 Land Cruiser是新 Land Cruiser这辆车都可以比那台卖的更加贵，甚至贵了可能要1倍的价钱的车款来的更加舒服舒适，隔音降噪更加的好。但是我要讲，这台车你走 highway 会有很明显的风噪声，但是风噪声这个东西对于一台 4x4 SUV 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买这辆车不是像一般我们买高级 sedan 25万可以买到很不错的 sedan 了来体验。这台车给到你的体验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早晨7早8早把车开上山来泡杯咖啡 enjoy 一下，体验一下一般人错过的这一个时间。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这个时间是还没睡醒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这台车来好好享受一下与众不同的体验，真的是很 good job。那相信这辆车在路上陆续都会有看到了啦，所以我们在外观方面就是简单的带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长得就是一台很吉普车的感觉。
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个东西是，不管你拿什么快熟面出来啊，在马来西亚都叫美吉面，然后你拿什么3合1咖啡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 Nescafe。那这辆车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啦，很有可能以后在路上看到，只要是长到这一个形状的车，都会叫它坦克300。就好像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板杰罗，我会叫它板杰罗；我看到 Prado， 我也是叫它板杰罗。那之前我们就到中国看了有非常多的坦克系列车型，坦克300、400、500，甚至他们的 Hover H 系列的车型，很有可能某一天你的孩子在路上看到长这一个形状的车，他就跟你讲：“爸爸，那辆坦克很漂亮。”这个就是我对这辆车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它绝对有能力取代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这些 Premium Off-Road SUV。Premium 这一方面，我们就要来讲解它的 Interior 了。感应开启的门把手肯定有啦，25万的车，一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Interior 非常的 Premium， 它有非常大面积的这些软材质的 Material， 门板也是哦，大部分都是软材质的，而且这个门啊超solid。你可以很大力的去开关它，很大力的去摇晃它，因为这辆车它很 rigid， 懂吗？所以整个门不会松松散散的感觉。很多人可能对中国车的印象就是假高档、假 premium， 但是我讲真的啊，你花25万买坦克300，你得到的东西不是假高档来的。这些 material 你摸起来，你感受它，你 feel 它，你看它的这些 ambient light 的收工，你看它这些 ambient light 收进去的位置，还有全车的 Infinity 音响，当然还包括这个长到有一点像马赛蒂系列车型的 Aircon Air Vent， 整体的感觉表现非常的好，而且这辆车很大台，可能很多人会拿这辆车跟我们马来西亚目前主流的一些 pickup truck 做比较，好像 Hilux、Ford Ranger。可是这辆车你坐进来，你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它比那些车来的更加宽，它真的很宽，很大台，然后整个坐姿很舒服，椅子的 support 非常的好，然后都是皮革椅子，电动调节的，中间的 armrest 下面还有冷气出风口。所以好像我这样喜欢长途旅行，如果你们喜欢大白天或者晚上开这辆车出门去 camping 去泡咖啡，中间可以放一些冷的饮料，它会保持这个冷的温度。然后还有一个小面积的天窗，这个是少少的遗憾啊，它没有全景大天窗。可是我相信原因是有的，就是因为如果是全景大天窗，车顶方面可能就没有这样 rigid 了。毕竟这辆是一台真正可以 off road、真正可以爬山涉水的 SUV， 所以这个天窗是小的，我觉得 OK。还是可以接受的。后座方面一般上都是你的家里的老一辈或者你家里的小朋友啊，如果要上下车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这辆车非常贴心啊，有一个扶手，你可以这样子扶一下。站上来，这一台车的后座呢，我不能讲它是这个集聚里面最豪华、空间最大、最舒服的，但是它的这个椅背倾斜角度，还有它的整个坐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小小的缺点就是椅垫长度是比较短啦，但是又有一个地方有加分了，它的中间是有冷气出风口，下面还有2个充电插槽，2个都是 USB Type A 啊。如果是一个 Type A 一个 Type C 可能会比较好啦，因为 Type C 充电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冷气出风口是有2个洞啦，左右边可以分别吹不同的方向啊，这个也是 good job 的。那买这种车呢，可能就会像我一样，想要早上出来晨跑啊、做运动啊、载脚车啊，还是什么的话，这台车车顶的这个置物架是真实金属的，很硬那种。真实的，你可以在上面装一个 roof rail 啊，那种载脚车的，或者载一个行李箱的，然后就可以载很多东西了。但是因为这辆车它身高很高啊，所以如果你有载脚车的话，还是载一些比较高的东西，一些车顶上面的 camping 的 tent 的话啦，过多就要比较小心了。尾箱盖方面，这辆车它的开启方式是这样开的，侧开，有一点像 Suzuki Jimny 这一种类型的车，侧开会比较好啦。因为如果往上开的话，后面有背着一个 spare tire 嘛，所以可能会很重。所以这个开启方式我觉得是 OK。尾箱空间方面，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还算是不错的。我们几个人出门，连买桌子啊、gas 炉啊那些一起带来泡咖啡都没有问题，很好。小小的遗憾跟缺点哦，就是因为这一台车它没有这个遮罩帘，一般上的 SUV 都有一个遮罩帘嘛，对不对？可是这辆车没有哎，所以如果你把车门关起来的时候，你锁车下车离开，可能你有载一些东西比较贵重的话，旁边的小窗口就可以直接看进来。所以 Elevo 这个品牌非常贴心哦，它就有出了这个窗口的sunshade，你可以直接把它这样放上去，就可以把这个透光度减低，外面的人就没有这样容易看进来。当然不只是后面的2个小窗
窗口哦，前面的全部窗口呢 ，Elevo Sunshade 都有做相对应的设计。当然不只是后面的小窗口哦 ，Elevo 呢，它也是有为这辆车啊做了全车的Sunshade，所以你买一套来的话是有包括后面的小窗口啦。这个 Elevo 的Sunshade呢，安装方式非常简单啊，你只需要把它这样放上去，然后吸一下，它就粘起来了。它是用 magnetic 的，你不需要再加装任何的 bracket， 所以你的车就不需要粘到一大堆很丑的 bracket 跟 double side tape 啦。而且取下来的方式也很简单，你直接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拿下来。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怕钉的粘太黑，晚上会影响驾驶，可是白天你又不要太亮的话，放这个Sunshade就很简单了，只需要这样吸一下就搞定了，非常的赞。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你们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我的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这个 Elevo Sunshade 的官方网店，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查看你们各自车款的价钱了啦。不只是坦克有错，其他我们马来西亚买得到的任何车款，它的Sunshade大部分都买得到。好像我自己的车，我也是有用他们的Sunshade，真的很赞。OK， 讲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把这辆车开上路，一边驾一边体验，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台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油耗表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这辆车的油耗表现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啦 ，Let's go。OK， 现在就是这一辆坦克300的试驾环节了啦。坦克300这辆车啊，其实我对它是有很多驾驶经验啊，因为之前我就在中国驾这台车走了1000多公里，然后这辆车呢，在中国的时候我体验到的是好像没有力啊，那辆车可能不是因为这辆车没有力，知道吗？可能不是因为这辆车在中国没有力，在马来西亚变有力，而是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国开这辆车的时候哦，是属于走在一个比较高原的地带，高原氧气、空气稀薄，所以车会变得没有力，这个是正常的。但是这辆车这次我驾的是马来西亚版本，油价版本，驾起来 OK。很有力，2000cc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搭配它的这个变速箱啊，哇，在马来西亚驾跟在中国驾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但是这辆车肯定是一辆好驾的车，讲到好驾就一定要好坐嘛，这辆车啊好坐到啊，好不好坐？真的很好坐，很舒服啊，一直。又大又阔又斜，然后它的后座表现也非常的好，后座坐起来呢比较大致的人啊，坐下去都不会有什么压迫感。这辆车我不知道要用什么 segment 来定位它。如果你讲它是一个 C segment， 它肯定是比 C segment SUV 来的大。你讲它是 D segment， 又不懂有没有到那个 D segment 这样子。可是整个 interior， 我们现在坐在这辆车里面，非常的宽，真的超宽的。你看我跟前面的这个距离啊，很远，这个空间感非常的好。Interior build quality 非常的 premium， 这个不是讲罢了。你们一定要去 showroom 摸这辆车，体验它，感受它，真的是很高档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辆车啊，不知道为什么它给我一个很难调和我的生理跟我的印象中的一个平衡度。这辆车我看它的外表，它就是一辆像 Hilux 这样的车啦，一定很硬邦邦的，在里面 kiki koko 很多声音的。可是你坐进来，你开这辆车的时候，你体验到的东西是它比一些目前马来西亚卖着，当然比这辆车便宜的一些 SUV 啦，都市型 SUV 来的更加安静，更加舒适。它的 NVH 啊，哇，几乎这辆车是没有 engine 声的嘞。你只要不要 high rev 啦，你不要踩大油啦，是没有什么 engine， 很小声，然后也没有多余的震动。过一些红线、黄线，过一些路墩，你就会感觉到，诶，为什么这辆车我头脑想象我过去的时候会有那样的感觉，可是它给你的身体的感觉是这样舒服的。这个很抽象，很难讲，这个你们一定要去 showroom 试驾体验这辆车。然后这辆车讲到它的 engine 声很小声啊，也不是没有理由啦，因为它是一个汽油引擎啦，它不是柴油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的变速箱啊是一个8速变速箱，当你 highway 高速行驶的时候，加100的时候啊，这辆车它的 RPM 只是 1.7K 罢了，就是1700 RPM， 可见它的引擎的整个运作是非常低 RPM， 声音就变得少啦。再来低 RPM 就省油啦，所以这辆车走 highway， 我们从 KL 驾到新山来，在新山这里又走来走去，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还去 off road， 然后从 KL 回来的路上还塞车，还可以走500多公里，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油耗表现已经很好了，没有什么好嫌弃了。然后当然这辆车外观看起来是那种硬汉型、很粗犷、流浪型的车，就是越野啦、很 hardcore 啦、off road 啦，可是 interior 却给你那种很 premium 的感觉，所以是两个不同极端，你乘坐起来、驾起来，真的那个差别，简单来讲就是反差很大了，我觉得啊，对，它的两个性格来的，真的是啊，车内车外哇，不同东西，不同东西，真的不同。驾起来也是感觉很好。然后很多人会问有力吗？有力吗？2000cc Turbo 那么大的车身，2000cc Turbo Type R 也是2000cc Turbo， 我当然不能讲它那么有力啦，但是是肯定够用。
够力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的变速箱也很 smooth 啊，8个 speed 的变速箱也很 smooth， 很舒服，感受不到换牙的感觉没有，也不会有那种换挡的顿挫没有，就是很舒服就对了。然后 NVH 很好，当然不能高速，你一高速风声就大啊。这辆车因为它撞风面积比较大嘛，所以如果是我们平时市区使用，像现在这样加一个80、100没有问题，很好，很舒服。然后当然时下最流行的大荧幕啊、电子米特啊，这些全部都有啦，通通都有。然后它中间的这个荧幕还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还是无线的，然后可以用来导航。导航的话非常巨大，这个荧幕很好看，你绝对不会迷路就对了。然后中间的这个电子仪表板呢，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它有很像心跳这样的 fuel consumption 的这个东西啊，哇，看了动态起来很好看，很美。然后讲到 fuel consumption 啊，可能有人就会问，这辆车那么大台2000cc 又是一个 turbo， 会不会很吃油？我只可以讲，比你现在拥有的都市型 SUV 或者你朋友的都市型 SUV 来的吃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这辆车交换回来的就是你有更加厚实的车身，更加好的 suspension， 更加强的穿越越野的功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交换来的。怎样形容它的油耗呢？大家应该知道我以前是加 Navara 的嘛 ，Navara 的这个油耗跟这一辆车差不多一样，就是我打满缸，以前 Navara 大概是140块这样子，可以走500公里。这一台车打满缸也是130、140块，也是可以走500公里，就是同样的感觉。但是 Navara 是柴油车，现在啊130、140块已经打不满了，现在打满我看是200多块的事情了应该。所以这台车因为它是一个汽油车，汽油车还是有非常便宜的油价。我每一次都讲我们马来西亚的车油很便宜啊，都要给人家骂，但是这个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出去外面走了那么多国家，看了那么多国家的油价，真的我们应该要知足啊，知足常乐啊。那这辆车我们有驾它去越野啦，走一些非铺装路面、碎石路，也是可以感觉到它整个车脚很好、很舒服、很 rigid。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是拿这辆车来跑沙漠，完全就是没有问题，真的很赞。那整台车的表现呢？如果你要我做评分的话啦，用25万的价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驾驶体验、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油耗，为什么还要买贵1倍多的价钱其他品牌的同样等级的车款呢？我真的想不到花那个钱的理由了。所以坦克300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有兴趣的朋友真的非常建议你们大家要去 showroom 试驾，毕竟车是没有完美的，但是却有最适合你们自己的，体验它，感受它，你才知道这辆车适不适合你自己。那非常感谢长城汽车把这辆车借给我们，也非常感谢 Elevo 赞助这辆车的Sunshine，因为这个车没有年顶的新车所以很晒啊，我们用这个Sunshine是 very good 的。然后当然 Elevo 不只有出Sunshine啦，他们的官方网站、他们的网店也有卖很多其他周边产品，包括这个手上的坦克300的锁匙套，它是一个 Alcantara 的。坦克300原本的锁匙呢是很像 rubber 这样的，感觉很容易刮花，所以买这个锁匙套套上去又可以保护到它，又美，手感又好。这个锁匙套我个人非常喜欢哦，都可以到 Elevo 他们的官方 Shopee 网店、Lazada 网店、TikTok Shop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啦。OK， 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是 Ranger MAN， 我们接下来还会带给大家更多更加精彩的影片，千万不要错过啦。那我们接下来的影片再见 ，Goodbye。